Повторяю. Если жизнь тебя обманет, Спасибо. 如果生活欺骗了你， не печалься, не сердись. 你大嘴巴抽他呀！Hello， 小伙伴，又到了罪恶之夜的时刻。今天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北京的雅宝路，这边有一家就是比较俄范儿的馆子啊，晚上逛逛还是挺不错的，就带大家去尝尝啊，走，是吧？啊，这就是俄罗斯那种啊，比较典型的那种黑面包，闻着还带酸头的。这个好，好。然后这个是它这个紫皮洋葱加酸黄瓜，这个是我今儿来他们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其实在北京俄餐厅很多，但是呢，都没有这个俄罗斯的传统的小吃叫萨拉，就是生猪油，他拿这个生猪肉腌的这个东西。然后他们家就是你打电话，像我提前订，他师傅帮我做了啊，他这个腌了这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今儿给我准备好的。这是那个芥末酱，稍微不一样一点是什么呢？这个生猪它用的是五花肉，其实要是用那个纯肥的那个大白油，然后就那个就更棒了。可以，太怀念这味儿了。再来口酸黄瓜。哇，看呀，这就是其实他们家就是拿这个五花肉生的这五花肉切成薄片，蘸着这个芥末酱，那吃后还有那个生肉那个韧劲儿，然后还有那个它肥油的那个冲劲儿，配上芥末，然后它这个酸头的黑面包，非常俄罗斯。这个时候其实就特别需要的是来杯 vodka。Царская нету? Чуть-чуть. Я грузинка. Спасибо. Повторяю. Спасибо. 刚才其实还是有点尴尬的，我抓紧拿了这个就回来了。这个我以为姑娘是俄罗斯人啊，或者是比如说乌克兰、白俄罗斯人，但是你看我跟她说俄语的时候，她故意的，她懂俄语，但她故意回避我，她开始说汉语或者说英语。然后她刚才说我是格鲁吉亚人，在格鲁吉亚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拒绝，哪怕他会俄语，但是也拒绝不愿意说的，这个有一定的历史原因。对，看了吗？这几块萨拉就是纯肥的。这就是纯生肉腌的，然后它边上你看腌的红红的，看啊，这个酸黄瓜、萨拉，然后周了这杯文艺，我现在脑海里就是那个柴可夫斯基的《四季》，你知道吗？就。
它现在这个烧烤上来了，它这个烧烤是个拼盘，然后呢，这个中间是这个烧烤酱啊，西红柿跟辣椒，哎，还有小茴香这些的。然后这中间这是配烧烤的，你看这个西红柿啊、烤肉什么的，它其实是比较偏高加索风的啊。就这个羊排，你看了吗？啊，蘸一下就。吃惆怅了。哎，这撒两个是吧？对对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您说的俄语他没听明白。是吧？啊，这边点撒两个的多吗？不多，只有去过俄罗斯的人他们才点这个。是吧？哦，谢谢。哎，你这撒两个可以啊，带橄榄，可以。好。行，好的，你慢慢用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是这样的，你看这个撒两个叫这个杂拌汤啊，叫这个肉瓣汤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是里面有各种酸黄瓜、各种肉瓣，还有橄榄做这种汤，然后还配着这个酸奶油，所以它这个一般就是我推荐小伙伴如果来吃饭的话，最好来点个撒两个。这个撒两个喝起来特别带劲，熬了浓浓的这个杂拌汤，啊，蘸上这个面包，啊，как скучаю kebab。其实像中东的那个 kebab 一样，就是那个肉馅汆的，肉馅捏出来那种羊串或者鸡肉串什么的。可以。你家这个奶油给的太到位了，典型的这个非常俄式的这个，上来之后先给你挤一坨奶油，就是没好辣气儿的那种热量的摄入方法。吃这个之后就得倒上一壶红茶。蛋糕可以，不很甜，花生这个花生碎的香味很到位。哎，喝上一口茶，很暖和。那秋天的夜晚，小风微凉，哎，这么一吹，再这么一喝，知道吧？就相得益彰。这个奶油在这，对于咱中国人来讲实属多余啊，对于这俄罗斯人来讲，可能就是刚刚好。其实如果疫情过去之后，我们一定会接着出去给大家拍继续好看的节目的。但是现在你说，满地球，你就拿着这个地球，你不愣着看，就中国现在你还能踏踏实实拍《罪恶之夜》，你说你能理解那个姑娘吗？亚克罗辛格，对吧？他用俄语告诉你我是格鲁吉亚人，然后告诉你我不说俄语，咱们是体会不到的。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国度里啊，所以为我的祖要点个赞。吃口肉吧，这是啥？这应该是鸡肉啊。其实，在俄罗斯的时光，是我20几岁的时候最后的5年，那应该是我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。北京的朝阳，圣彼得堡的落日，20多岁的你，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哎，所以现在又去不了了，也不能给大家拍大保健，所以。在北京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《罪恶之夜》这些内容，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上的一种抚慰。人到了中年之后啊，好多事儿啊得靠着信念啊，得靠着念想；好多事儿呢得他妈靠着回忆啊，所以就硬挺着吧。学俄语学了那么多年，在俄罗斯待了那么多年，现在想起来就是上半句，如果生活欺骗了你，后面下半句忘了。自己总结了，就是他妈2个字，挺着。